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2026年哈，第一次分享我们就开始了啊。先分享黄宏燕老师的一个体会啊。他说，亲爱的老师说，带着善意出门，就是有一堂课讲带善意出门，说就是一日多善，不单单是一日行一善，就一日多善啊。说今天出门呢，随手关楼梯间的路灯，那个灯啊，是回家时呢随手开路灯。中午呢给学生分餐的时候啊，掉了饭粒儿，主动捡起来，说手里沾有米粒儿，顺便也吃了。发现学生也学着我这样爱惜粮食了。说课堂上呢，善于发现学生的进步点。一个比较内向的小男孩一个小朋友哈，他从来都不敢举手回答问题。今天数学课他大胆的举手了，我请他起来回答问题，不仅声音响亮，而且回答的非常正确。我给他及时肯定和鼓励，说他进步了一大步，特别棒。你看这些事情啊，日行一善，日行一善，这一生很多善，日行多善了啊。说以他为例，后面有好几个像他一样的孩子也大胆的举手发言了，这真好。最后下课的时候，我又点了这几个大胆举手发言的孩子，相信他们今天一天都乐开了花啊！感恩感谢老师时刻鞭策着我一路前行。说跳出那个小我去看世界去做事儿，内心的丰盛富足喜悦又是一番景象。我记得上一次课我就讲过黄宏燕老师等等一些老师，就是把学到的传统文化的内容用到自己的教学工作当中，真的是非常好啊。后面黄宏燕老师还有一个小小的体会他说工作上的一点小心得，说上周四的家长会上，我跟家长们分享了我把安静、把爱用在教学上。午休呢，给孩子们布上安静的磁场，还有发现孩子们的进步点，及时肯定和鼓励，说每个孩子都进步特别大，家长们强烈的反响很强烈，特别感动。说 QQ 群里满屏的正能量，QQ 群里面好多家长就写了很多就感谢老师的。就是黄宏燕老师对每一个学生对他进行鼓励，用什么样的形式鼓励呢？用一种鼓励帖的形式比方发现这孩子有个优点，考试成绩提升了或者怎么样，写个鼓励帖发给孩子。孩子拿到鼓励帖那非常非常珍惜。关于鼓励帖的事儿，下一次以后我们再有机会再单独说这个事情啊。然后呢，他就把爱运用到了，我就想就是黄宏燕老师包括他的搭档就把爱和安静真正用到了教学当中。那些孩子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沐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磁场之中，真是很有福气的孩子前几天我又收到了黄宏燕老师发给我的一个小消息，也是感到很高兴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12345政务服务电话说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的一个服务工单。是什么工单呢？往往是有投诉的但是黄宏燕老师收到的这个不是这样。是这工单是什么呢？是诉求人来电表扬八部区龙山小区2503班的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就说呢，他举了两个例子就是孩子放学家里面没有及时去接，有时没有及时去接，到了很晚了才去接。这两位老师有2次分别就陪着孩子在学校一直等着家长，家长就非常感动。然后呢，这个家长呢就打电话反映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就是说这两位老师非常负责，希望说所以呢就来电表扬我相信这两位老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把正能量用到工作当中，那么这个正能量或者爱的能量就传递给孩子，也传递给家长。我相信这位家长看到老师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他的工作，对他的家庭中一定也会有非常正向的这种影响。好了，那么我们表扬完这个黄宏燕老师，我们就开始今天或者今年的这个分享了今天分享的第一课我想比较特殊我准备了很久这一课，我想因为这个不太好讲，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更两岸时空一段时间的同学一定也能够领会得了它，即使是新学的同学也能够领会得了
但如果说你真正领会它之后，你这个锻炼的这种层次啊，真的会发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啊，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请大家就是慢慢的听我们来个分享啊。那么今天分享的题目大家看到了，就是让力量啊不在你身上停留。就是你有力量，但是这个力量不在你身上停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比方说，我相信北方人就吃那个核桃，那个核桃呢，有时候不是很硬，你把它放在一个坚硬的地方，然后用手，你小的时候你比力气啊，用手去去砸，把核桃砸碎，你要啪一下下去，那核桃啪碎了，哎，你的手啊没什么感觉。有一点点的疼，那很轻的就没啥感觉。可是你猛砸一下之后，你砸不碎它，那个手就非常非常疼。那就好像是什么意思？我砸下去之后，这个力量穿透到这个核桃出去了，不在我手上停留了，你手就不受伤了。好，你出力量啪一砸，结果力量停在你手上，你就难受了。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只是简单比喻哈，这个跟我待会儿要带来一个锻炼内容的还不一样啊，只是这种类比。你再比方说，这个人咣给你来了一拳，这一拳咚顶上了，哇，那你就很难受，实招的挨着打了。那如果说那种打了一拳之后，你一卸那个力，像太极拳讲的引劲落空，四两拨千斤，他一打，咚一拳，你一卸了之后，这个力量没停到你身上，你就不受伤。第一个，这力量是你发出的力量，不停在你身上出去了，你不难受。下面讲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别人打来的力量在你身上不停留，你就不容易受伤。如果在你停到你身上了，那你麻烦。停到表皮伤表皮，停到内脏伤内脏，是内伤嘛？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这个呢是所谓有形的力量，有形之力。那再举一个无形之力。这无形之力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别人说一句话，你一听，哎呀，很难受。这个话是不是力量啊？它也是力量，也是能量。说一句像刺激你的话、难听的话，哦，你停到你身上了，你就难受了，你就受伤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平常说你别往心里去，他这个话一过去了，随风飘走了，这个力量就没停到你身上，没停到你身上，你就不难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心里面，或者是你心里面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儿，你想一个事，哎呦，过去了，没事儿，一转移或过去了，这个力量就没伤到你。你想这个事儿之后，哎呀，沉浸其中，那个人怎么那么混蛋呀？我怎么，哎，你受伤了。哎，我举的这两个例子，我不知道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有形之力是这样，你在身上停留了，你就容易受伤；无形之力也是一样，哎，你把它放掉了，不在你身上停留了，你就轻松了。大家想是不是就轻松了？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力量不在你身上停留，不在身上。那么具体呢，我们待会锻炼一练，哎，你就能感受得到，在练的时候，这个力量不在我身上。我们先坐在这儿，我先说一下，待会儿啊，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胳膊往上一抬，你离抬要，你只要感觉到有肌肉一动，哎呀，吃劲儿了，一吃劲儿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这个劲儿在你身上停留了，马上把劲儿一松掉，没有这个劲儿，我们前面一直讲说没有肌肉一样，没把就只要一感觉到有劲儿，马上让它走，让它走是什么意思呀？就空了，空。你再往上的又有劲儿了，再空，再空，就只要感觉到有劲儿，马上按这个劲儿走，不让它在你身上停留。我们做这个含肩缩向，是吧？含肩一使劲儿，劲儿
劲儿在那停留了，停在这儿没有，就是说一含进呼气，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到最后都没有那个死僵僵的劲儿停在那儿，没有劲儿停在那儿，那就是空了，那就松了，那就通了，那就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方法。你无论是练太极拳也好，练什么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要让劲儿在你身上停留。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一锻炼，没有劲儿。那么站桩竖立也是一样，往那一站，你只要觉得全身哪有劲儿，重力重劲儿也是劲儿，不让它停留，散掉。觉得胳膊腿那块一憋的劲儿，把劲儿散掉，把劲儿散掉，散掉，散掉，散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啊，大家，你不是力量，不是力量，你是力量的源泉，也是力量的通道，也力量的通道。这个呢，我准备看后面我们再分享这个内容。今天呢，我就先练，练什么呢？只要一感觉到有劲儿，让力量，不要让它停留，不让力量在你身上停留，不在你身上停留。好，现在啊，我们就站起来，一边练一边去体会这个内容啊，就认真的去体会它。好，安静。百会上脸，全身放松。现在你也感觉不要让劲儿在你身上停留，安静。就好像啊，没有肌肉，肌肉一使劲儿就有肌肉了，就没有肌肉一样安静，全身放松。你站在这儿啊，你是安静，你是磁场，抬起的不是胳膊，而是安静，是慈悲，敞开心胸，张开怀抱，手向上拉起。你的一动，你只要感觉到手上一有劲儿，肌肉一有劲儿，马上别让它留在那儿，不停留，别让力量在身上停留，向上拉起。只要感觉到有劲儿，马上卸掉它，
让它走。只有安静与爱，感觉到有劲儿，马上卸掉。齐平，也让力量在身上停留。胳膊上没有劲儿，似乎没有肌肉，没有骨骼，是空的，只有安静与慈悲。感觉到别劲儿，马上放掉。肩身上也是不停劲儿，肩膀慢慢向上。正念中，达摩西来于自无啊，全凭心力功，没有劲儿，无劲儿。感觉到有劲儿就放掉它。到了头顶，上颚，停留一个呼吸着，慢慢向胳膊上不停流劲儿，有劲儿就走了。颈额头，面，头面部也不停劲儿，向下至胸，也是空旷，什么都不停了。
是空空荡荡，小腹双膝软，富贵阴。两手敷于左面，下上提，下岸如果有着力，好像这个力量消散到地下虚空，上提下上提转掌，手经腿的后侧慢慢上起。能点手向前，到肚脐，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再做一遍，张开怀抱，不让力量在你身上停留，你感觉到有劲儿，马上化掉的，松空了，慢慢向上，不让力量停留，齐平。无论大臂、小臂、手，感觉到力量，马上放扫，不让它停留。你是一个管道，力量的管道。肩平，
静。把头顶上方留白，无力，只有空。慢慢下落，本来就是通畅。紧额头，面胸，全身的没有支点，完全通畅。腹小腹，腿上的肌肉一松，没有丝毫力量停留，腹归阴。两手敷于足面，向上提，向上提，向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慢慢向上。命少向前，到肚脐，
收下颌，左后手，头后仰，袖后顺袖，袖前。向下，向内，全身放松。注意啊，延伸向上，把感觉面部颈项没有力量停留，就好像没有任何肌肉韧带的参与，是那个空空的、松松的劲儿，那个心力，柔和的心力。震动的是经络之气，而不是肌肉韧带。所以平常能感觉到的力量都要放掉，收着下颌头后仰，用后顺袖，袖前。向下，向内，放松，延伸向上，没有肌肉的参与，不让力量停留。头后仰，向后顺袖，袖前。向内，放松，延伸向上，没有任何肌肉韧带的劲儿，把全身
得你身体啊本来就是通畅的，力量不停流通后仰，向风受救。正确，向向内，向上，后仰，正确，向下，向内，向上，向上，气门，后仰，向风受救，向前，向下，向内，放松全身，冥想向上。
头中正，两臂阴长错起，抬起的不是胳膊，是安静。每当你感觉到哪个地方有力量，马上放掉它，不让它停留。长一字不扬，瞬间缩小，不让力量停留。空，没有肌肉的参与。先看向，不让力量停留，没有肌肉。瞬间稍微感觉到有劲儿，马上把那劲儿放掉，没有力量，力量不停，缩下，好像一缩进去，里面是个无限的虚空，虚空之力，是那个空的力，是那个无在为，无为之。
嗯，像，嗯，还你刚要使劲往上换劲儿，没劲儿，我操，下空的感觉，空的力量。像，嗯，见没有力量的点，缩小。嗯，看像，嗯，见缩小。嗯，像，松，
边缩小小，没有力量，全身都一样，缩小。小，两臂慢慢下落，别在肚脐上。尽量两手分开，脚分开成后八字，两臂慢慢上，有肌肉的力量，抬起是安逸，肩体、身体微下，手在胸前。
以前都可以。站在这儿，百会虚悬着，全身所谓那个有形之力，那个肌肉的劲儿，全部化到虚空之中。站在这儿，只要感觉到哪块有劲儿，绷着劲儿，马上把劲儿忘掉、化掉。不要让力量在你身上停留。安静。
进，还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点在肚脐上，尽量好，我们静坐静养。好，大家放松啊。我们今天这题目讲说新起点新生命啊，就别让力量在你身上停留。说是新起点新生命，这借着我们过元旦新年了，这个新，其实我们过去都练过这样的内容。说一做动作的时候，就好像没有肌肉一样，不让力量要换那个劲儿，不让那个力量在你身上停留。那么你可能会说，那不让力量停留，我就没有力量了吗？其实不然。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大家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西游记》，《西游记》里面那个红孩儿也好，什么也好，去斗法，有时候孙悟空都解决不了啊，大慈大悲的啊，因为直播间有些词儿不能说啊，我就大概就知道是谁，把他请来了。他请来了，你看那红孩儿用多大的劲儿啊，去要斗这个大慈大悲的。那你看大慈大悲，他使劲儿了没有啊？没有使劲儿，但他又使了劲儿，使了什么劲儿？大慈大悲，是那个慈悲的力量，那个安定的力量，这个力量，那不是说有形有相的力量所能够什么所能够达的，它不在一个层次上，或者说它不在一个维度上。所谓这个心起点心，这个心我们要知道哦，要从有形有相这个维度，这个肉体力量慢慢要超越出来，就不能着在那个相上，不住相，不住心，心不住在有形有相上面去，当然心也不能住在那个无形有相上面去，
那首先我们要想要破那个脑子里面一直盯着的那个有心有效的身体的力量，因为你一动就有身体力量出来了，它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形成了生理本能一种反应了。那你只要一动肌肉，你去指挥它，头脑就不会静下来，它一定有兴奋的地方。所以慢慢做的时候，不让力量在身上停，有就有，它肯定会有，那别让它停，走了。力量不住在这儿，不着在这儿，这是非常重要的。慢慢的换劲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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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换成什么劲儿呢？换成大慈大悲的力量，换成那种空静力、慈悲力。心里面力量，注意我们看是每一位亲友都练出这种空静力，练出这种慈悲力，用这个空静、安静、空静的力量、祥和的力量、慈悲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更健康，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让这个世界呀越来越美好。好了，今年的第一课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